随着机器学习跟串流运算的需求越来越多 ，Spark 的专案也分别加入了像 Spark Streaming、Spark SQL、Machine Learning Library 跟 GraphX， 也就是拿来做一些图论的东西。这些都是一些新的元件，因为这样子让大家想要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分析，都可以善用 Spark 来帮你解决。后续这门课程，我们将请另外一位讲师帮各位分别介绍刚刚上面提到的这几个专案。前面我们提到 Spark 排序100 TB 的运算速度比 Apache Hadoop 快了近10倍，然后程式写作上也比较有弹性。因此 Apache Spark 被视为是新一代的运算引擎，但是 Apache Spark 必须要相容于其他的软体，像是它依旧还是需要 Hadoop 的 YARN 这样子的资源管理，或者是像近期我释放出来的 Kubernetes 这样子的容器管理软体。另外的，它也会需要分散式的储存，也就是说它的定位其实主要是做运算，那储存的部分不归它管。所以呢，它还是会需要用到像 Hadoop 的 HDFS 这样的分散式档案系统，或者是相容于 Hadoop 的所谓 Hadoop Compatible File System， 我们简称 HCFS， 像是 Azure 的 Blob Storage， 或者是大家可能有听过 Amazon 的 S3 的这样的 Storage， 或者是你也可以用一些只要是有相容于 Hadoop 的相关的这种分散式的档案系统都可以。Spark 它有一些常用的案例，主要有4类。第一类是做批次的运算，也就是你可以用前面提到的 Spark RRD 来做处理。第二类是做批次 SQL 查询，那这个可以使用前面提到的 Spark SQL 这样的方案来完成。第三类是即时的串流运算，那它可以靠 Spark Streaming 来完成。现在 Spark 并没有可以处理即时反查的相关方案，但是它可以透过像 HBase 或是 Cassandra 这样子的 NoSQL 资料库来达成。目前大数据有2种应用形态，我们把它分成第一种叫做静止的大数据，英文叫 Big Data at Rest， 另外一种叫流动的大数据，称为 Big Data in Motion。过去大数据的技术发展以处理静止的大数据为主，它的特征是靠批次运算的方式来做分析。图里面有秀一些范例，也就是说，像左上角，他们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从 YouTube 大家有在看，它有好多影片。那他们想要从一些比如说网红啊，或者是有一些素人，他会把他自己唱歌或者表演的录下来，他们想借由这些影片，然后去分析素人的歌声，看能不能找到也许谁会是下一个 Lady Gaga。另外，台湾最近也在炒一个话题，叫做智慧电网。大数据其实可以用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可以拿全球电厂的历史用电的资讯，来预估说到底应该要发多少电，应该要怎么样配送电力是最有效率的。脸书呢，大家也是很常用，大家会想说奇怪，脸书怎么知道谁会是你的好朋友？那其他的做法，它就是利用你现在已经加进去的好朋友名单，再加上你的好朋友，他也有他的好朋友名单。那根据这些资讯去推敲有哪些可能是你的朋友。Netflix 这是一个有点像线上可以看电影服务，它就会根据你看过，或者是你可能会看某些简介啊，然后你就说，你对这个影片有兴趣，搭配其他有在线上使用 Netflix 看影片的人，他们也会有一些影片的清单，影片会有影片的属性，那它就可以根据这些，我们用一个演算法叫协同过滤来推荐说你可能会喜欢看其他你没有看过的哪一个影片。医院的话，现在也会用到大数据，也就是电脑断层的照片其实非常多，尽量的用这种大数据的方式帮忙做，比如说 3D 立体视觉的重建，然后帮忙把看起来异常的部分帮你标记出来，让医生比较容易去做病情的诊断。这是过去比较常用大数据的地方。至于流动的大数据，这是算是这几年比较新的。像这门课主要在谈所谓物联网，物联网其实有很多是机器产生的资料。这几年可能大家有听过所谓 FinTech， 也就是金融新创的部分，像比特币啊，或者是已经存在很久像股票的交易机器人 Trading Robot， 这些呢其实都是根据
一些历史资料，但是要很快速的根据现在很小的区间去做一些运算，然后就快速的运算，快速的做决策，然后快速的做反应。那跟物联网比较有关的一些应用，比如说像灾害的预防，像海啸啊、土石流，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用历史的资料来做太多的预测分析，你只能很快速的判断说，那个可能海上的一些感测器开始出现海啸的一个数学的模型的时候，那你可能就要发出一些告警的动作。土石流也是类似的状况，这个运算就不能是批次的，不能比如说1个小时才算完，这样子就已经来不及，它可能都要在几秒钟之内就要做出反应。现在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机房，像 Facebook 它有很庞大的机房，亚马逊也有很庞大的机房，这些他们想要去做机房的用电量啊，或者是温度的控制啊，这些他们都需要做即时的判断，来对机器的反应做出一些适当的处理。在2015年底的时候，我有曾经用过这张图来解释说，现在在大数据里面各种的应用都可能会采用这12个字里面的其中一条，上面是一条，下面是一条。上方是静止的大数据 Bit at Rest 的部分，它的特征就是它的更新的频率比较低，可以接受批次处理的运算，处理的时间可能是可以长达几分钟到几小时。会用的动作就是用几个字来讲，叫生留搜存取算吸用看变。这个解释大概是这样，就是生的部分就是你的资料是怎么产生的，流它是你产生出来的这个资料，它是要用什么样的网络的通讯协定来做传输。收的话就是你要拿什么样的工具去收集它，甚至对它做一些比较简单的前处理。那因为它是适合长时间批次来做运算，所以它可以先存到硬碟里面去，那你就可以找一个地方先把它存起来。取的话就是你要有方法可以把这些存起来的资料拿出来，那有一个运算引擎来做计算，这运算引擎上面要跑各位撰写的资料分析的那些程式，算完的结果可以用一些视觉化的工具把这些资料让看的人更容易理解。这里的看就是对这个分析完的结果做解读，从里面可以发现一些洞察，然后找到一些规律啊，或者是你可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的时候，就可以提供给做决策的人做出行动，然后做出改变。Spark 它在这个整个大数据的资料流里面，它是比较偏向是下方，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次物联网的课程我们会采用 Spark 来介绍，因为它比较偏向的是处理流动的巨量资料，像物联网就是机器制造的资料。你可以想象说，如果像台积电或者是其他的半导体制造厂，他们里面有数千数万台的机台，每秒钟都在产生资料，那这些资料一个都要存下来的话，也没有那么多的硬碟空间可以存。这时候呢，就必须要做取舍，也就是说前面的收集都会做，但是进到 Spark 之前，可能就要先进一个我们称之为叫串流的柱列，英文叫 Queue， 你要有个地方先去 Queue 住它，再用 Spark 的 Streaming 来对 Queue 里面的资料做过滤的动作，先把你需要的东西留下来。留下来的再可能对它做一些 machine learning 的运算，那你可能就会用到 Spark 的 machine learning library， 或者是你要针对这个资料呢，你想要做 SQL 的查询，那甚至你可能想要知道，这个资料跟另外一个资料之间的关联是什么，这些都是 Spark 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也因此，大家可以从这里知道说 ，Spark 也只能负责一个部分。它必须要搭配额外的，把它归在所谓资料工程这个领域，也就是说，要人帮你把这些资料先做前面的整理，甚至帮你把它放到 Queue 里面，方便你再去拿出来。如果是身为一个资料科学家，你也会需要所谓资料的分析师来帮你做所谓图表的视觉化，然后可以一起帮各位解读数据背后的洞察。